陛下 ，nice to Nice to meet you too。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把他带回后宫，记得把这里处理干净。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被重启了吗？姐姐，我们走。哇，都是金草，会发光的孔雀，我纯金的蟾蜍，实心的耶！怪不得算命先生说我走中年运，年纪越大命越好，没想到这挥金如土的好日子也是跟我碰到了。现在金价980，按照这个克数，我星星的就赚翻了。珍珠手链，翡翠手镯，这是什么？大卫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艺术家，还是个有钱的艺术家呢。这是金丝楠木吧？这得多少钱呀？爽啊！这跟坐在金山上有什么区别？别看了，聊会儿。聊呗。你什么时候穿的？刚刚。所以，床上那个人不是你吧？臣妾爱慕陛下，心中思念陛下，自然就来了。当然不是，我很有节操的好不好？我一穿过来就在坑里了。那就好。那你什么时候穿过来的2年前。怪不得你看起来一点现代人的感觉都没有。你看过那本漫画吗？我不看漫画。那我来跟你讲讲这本漫画的故事。女主呢是你妈陈太后，男主呢是你爹。你妈爱你爹，但你爹不爱你妈。你妈呢仗着家族背景逼你爹娶了她，你爹呢不情不愿，虐身虐心了几10年。不过虐文女主都很难死的。后来你爹死了，你妈还没死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漫画的结局。没过多久呢，你就暴毙而亡，陈太后就过上了升官发财、死老公再死儿子的爽文结局。不就是我爱你，你不爱我的狗血故事吗？狗血才好看嘛！哎，要不我们和陈太后示好？跟女主作对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你是我爸的小老婆，也就是陈太后最讨厌的宠妃，你觉得她能接受你的示好吗？对啊，我可是陈太后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既然不能与太后交好，那就只有另外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？先下手为强，咱们搞死陈太后！太后驾到！母后是何事让你如此动怒？说出来，让朕开心开心。陆真儿在哪？什么陆真儿？朕不明白。就是那个被你救走的殉葬妃，不要在这给哀家装糊涂。朕这里可没什么殉葬妃，朕只有一个亲封的路妃，路妃是朕的后妃，与父皇无关。哼，你想封谁为后妃都可以，但绝不能是陆真儿。母后不是要给朕选妃吗？朕选了陆真儿，母后怎么还不开心？她是你父皇的后妃，那又如何？怎么，母后莫不是嫉妒陆真儿？先有父皇的专宠，后又有儿子的宠爱。萧文景，母后，陆真儿是朕的女人，你想带走她可以。福公公，你现在就去拟旨，就写新帝并天，传位于陈太后。等陈太后当上了皇帝，自然可以带她走。陛下，萧文景，
你真当哀家不敢杀你吗？哼哼哈哈哈！来啊，朕等这一天可真是等了好久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为觊觎你父皇的东西付出代价。你的脸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？爆发力好强啊！演员吗？不工作。你为什么不穿水裤啊？古代太热了，还没有空调，我把水裤剪短了。那你干什么的？什么也不干，跟我爸的私生子们斗智斗勇，争夺家产。你刚刚说要搞死陈太后，有什么可行之法？现在可是2025年，传说中的九子离火运正式开启，大女主横行的时候，咱们俩联手一定可以。扫平一切阻碍。陆正儿，你不打算回家了吗？我在这边有吃有喝，还有我姐，我干嘛要回去？你姐也是跟你一起传过来的？不是，她只是长得跟我姐一模一样而已。你不回去找你真实的姐姐，偏要在这里认一个假姐姐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姐她死了，我在现代找不到她了。可能老天让我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让我跟她重逢吧。我会安排银丹到你身边，做你的贴身婢。这是我做梦都穿不到的华服，太美了！多少女生梦寐以求的想当皇后、贵妃，看来我也快了，快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这当真是妖妃呀，红颜祸水呀！是水呀！朝堂上洗脚，这也可以啊？这有什么不行？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可以呀、竟在金銮殿上泡脚，真是成何体统！红颜祸水呀！穿过来了吗？何等呐！这什么呀？发个朋友圈啊！还发朋友圈？不，左一庄就是我哦！以后这整座城都可以。哇，明天我去帮你搞定后宫。熹贵妃到。本宫来迟了，姐姐见谅。熹贵妃总是姗姗来迟，叫大家好等。姐姐莫不是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侄女，就想坏了这宫中的规矩吧？规矩？一个美人还想教本宫规矩？我听说昨日陛下从殉葬坑里带回来了一位路妃，快站出来让本宫瞧瞧是什么角色呀？见过各位美女姐姐。哎，谁让你躲开的？本能反应。来人，路妃以下犯上，当众冲撞本宫，掌嘴！哎，臣妾不是故意躲避，只是一时被贵妃娘娘的美貌所迷住了。早就听闻熹贵妃娘娘仙姿玉貌，今日见，果真名不虚传呢。臣妾请求贵妃娘娘原谅。真是一张巧嘴啊！难怪先皇和陛下
都喜欢你。熹贵妃，算了，都是姐妹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？谁跟此等狐媚惑主的妖女是姐妹？看长相，也不过如此。怎么先帝跟陛下就对你如此不一般？难不成是床上功夫天赋异禀？熹贵妃，你姐姐何时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唉，圣心难测，我也不知道先帝跟陛下为什么会独宠我。熹贵妃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自己去问他们呗。贱人！来人，给本宫按住他，本宫要打烂他的嘴。是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我真是狐妹子，穿着如此不知廉耻的衣服招摇过市，穿得如此放荡，就是给男人看的。子嗣烟雨，把他衣服扒了，拉去永和殿外，让和光上下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不知廉耻的。是。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自己来。哎，还是这样凉快啊！熹贵妃，你还想看什么呀？你不知廉耻！若脱一两件衣服就是不知羞耻，那人类生而赤裸，岂不人人都不知羞耻啊？你从皇陵里爬出来，就是靠脱得快吧？是为你所逼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倒打一耙！贱人，给本宫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是。哎，是谁？谁敢在永和殿内射箭？本宫要将他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！熹贵妃想要对阵怎么样？参见陛下。你若再这么看着，这个废物妃之人，臣妾知错。路妃是朕的人，谁敢对路妃动手，对朕动手？清皇贵妃若是缓不好后宫之事，定要怎么交代？请陛下责罚。爱妃想怎么惩罚他们才算满意？不如，熹贵妃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让人也扒了你的衣服啊？不是，你敢！陛下在这儿，我有何不敢？都听爱妃的。陛下，哎，熹贵妃，你现在不应该求我吗？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本宫日后绝对饶不了你。熹贵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当心风水轮流转，这报应指不定哪天就落到你头上了。命这件事啊，很难说的。陛下，我们走吧。熹贵妃掌嘴30。是。清皇贵妃办事不力，罚俸1年，禁足3日。恭送陛下，臣妾领旨，谢陛下。陆真儿，本宫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陆真儿，有我替你出头，感觉不爽吗？仗势欺人的感觉，当然爽啊！但我总觉得得不偿失，这下我真成箭靶子了。有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？可是，你是不是当牛马忍气吞声惯了？啊！好强的杀伤力！你若是不愿意我帮你，我以后便不再插手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小本姐，其实说实话，
除了我姐之外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出头的人。我想了想，与其忍气吞声，不如直接发疯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熹贵妃不能成为我们的盟友，那我们就只能是敌人了。她要斗，我就跟她斗。她有陈太后，我有你啊。接下来，熹贵妃必输。那我就等着为你庆功了。陆真儿，当初我那么相信你，却割我喉，为我毒酒，伤我一世又一世。这一次你欠我的，我要你百倍奉还。你是谁？陈儿，你连朕都认不出了吗？父皇，你不是已经……朕起死回生，陈儿难道不高兴吗？儿臣当然高兴，只是你想不明白朕为何能起死回生、返老还童，更想不明白朕为何会突然找上你。父皇神机妙算，早已猜透儿臣的心。朕找你，为的是你这张脸。陈儿，你长了一张与朕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。怪就怪世人视长生不老之术为妖术，朕只能借你的身份，才能夺回属于朕的皇位。为朕而死，也算你死得其所。你安心去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林丹，以后我的这些东西啊，你喜欢哪个你就拿去戴。娘娘，这些东西奴婢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走。谢娘娘。还差个金手镯。奴婢谢谢娘娘。哎，又来了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私底下咱俩之间不称主仆，你就叫我妹妹。太后驾到！参见太后娘娘，见过熹贵妃。陆真儿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，挺到现在还没死。都是侥幸。先皇在时，你情深似海，把先皇哄得团团转。先帝故去，你立刻便爬上陛下的床，你如何对得起先皇？太后娘娘，我也很想为先帝殉葬，但是陛下不允许啊。你是在哀家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得宠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姑母，你与她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对她就不能心慈手软。哪天她又爬上男人们的床，卖弄一番，惹得那些男人们争先恐后的来搓磨我们，对付她用刑就够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心软了，还是希儿聪明。动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如果我们家娘娘真做错了事，贵妃娘娘可以启禀陛下，请陛下定夺。若贵妃娘娘在后宫动用私刑，奴婢担心贵妃娘娘如此行事会触犯宫规。你干嘛？贱婢！严丹，熹贵妃，你干什么？你也敢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奴婢不敢。只是陛下对陆妃娘娘很是宠爱，奴婢担心陛下会因此责怪贵妃娘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陛下心中，陆真儿比本宫更重要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严丹，熹贵妃，你放开严丹！你放开严丹！熹贵
宫惩处一个贱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不要欺负我的人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哦，陆真儿，你对这个贱婢好像很是在意。你放开她！好啊，我可以放开她。求我！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他！云大，西贵妃，你放开他！你放了他！是我勾引了陛下，他有什么事冲我来？你放开他的事我都不知道，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？你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你想要他活？好啊，那就看你能做到什么份上。放开他！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陆真儿，本宫答应你，只要你将10根手指全部刺满，本宫就放这个贱婢离开。许愿树，许愿树，请保佑我和我妹妹陆真儿永远都在一起吧。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不要娘娘，不要啊娘娘！姐，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好漂亮啊！娘娘。现在可以放他走了吗？已经不怕陛下过来杀了你吗？恐怕你活不到陛下来。瑞王殿下到。娘娘，殿下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是陛下。姑母，这是瑞王殿下，不是陛下。他生母去世后驻守边关10年未归。臣参见太后。你是瑞王？是啊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你竟与陛下年轻时长得如此相似。太后，儿臣并非父皇。姑母，你没事吧？瑞王殿下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臣从边关回来，恰好路过此地，听闻太后娘娘在此，特地前来拜见。是吗？自然。这是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妃嫔罢了，瑞王殿下不必在意。收起你的爪子！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岂是你能碰的？哎，熹贵妃，臣听闻后宫不得动用私刑啊。熹贵妃如此对待一个嫔妃，大胆！你说什么？瑞王姐姐说话语气也跟先皇一模一样。瑞王殿下，你干什么？皇上驾到！萧奕成，你抱着朕的爱妃做什么？陛下，
瑞王从边关回来，不急着来向朕复命，反而抱着朕的嫔妃，成何体统？你的嫔妃？臣记得路妃是先皇的嫔妃吧？父皇早死了。皇兄，你实在是放肆！朕是天子，天子行事自是放肆。瑞王算什么东西？竟教训到了朕的头上。朕这个儿子竟然教育到老子头上了！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放我下来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不迟，来了就好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教训该教训的人。熹贵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活到陛下过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当然是仗势欺人呢。你敢？现在给本宫跪下道歉！放肆！陛下，刚刚熹贵妃用私刑逼着臣妾用银针刺自己的手，臣妾的手都快废了。你看，你看。陛下，我方才只是……爱妃受苦了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报仇啊！还有银丹，银丹为了保护臣妾，都快被熹贵妃折磨死了。陛下，是陆贞儿先的公母大不敬，臣妾只是对陆贞儿小惩大器。你胡说！我会邀请你们过来折磨我吗？不过就是后宫嫔妃争风吃醋罢了。萧文景，你把陆贞儿和她的婢女带回去，此事就算过去了。爱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萧文景，算了吧。来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旧伤。跟谁没有大腿似的，就像太后说的，不过是后宫争风吃醋，算不上放肆。银丹，我们走。走。你的手搭在朕的肩膀上，是不是就不疼了？你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给你撬起整个后宫。喂，熹贵妃早知我今日去军营巡查，所以才趁此机会对你动手。唉，那也不能怪你啊，你也不能日日夜夜守在我身边，只能怪我没权，我又没事，我只能任人鱼肉。那该如何？你给我请尊菩萨回来吧。什么？我最近点背得很，急需拜一拜。这能有用？那当然，万事不绝，尽轩轩。那你不如直接去成化寺，那个寺庙的菩萨很灵。真的吗？那我明天就去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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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陆贞儿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看，他都把臣妾打成什么样了？是你下手不够狠，自然斗不过陆贞儿。陛下还说呢，若不是陛下出手护着他，臣妾何至于此呢？朕何时护过他？之前在永和殿，还有今日在他宫中，陛下不都护着他吗？朕从未护过他，
是你心慈手软，次次都让他逃过。那臣妾应该怎么做？明日他要去成化寺，我要他见不到后天的太阳。尹丹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娘娘，他们大概是提前打听到陛下会在此路过，所以便在这跳舞，等着陛下过来吧。若能得陛下青睐，就能翻身做主子了。看来熹贵妃手底下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忠心耿耿吧？走吧。菩萨啊菩萨，戏女不求一丝真情，只求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。还有我姐，保佑她天天开心，平安无忧。跳啊！怎么不跳了？紫苏，你在御花园不是跳得挺开心的，现在怎么不跳了？娘娘，雪下大了，娘娘要不先回宫，可别冻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不急，本宫要等的人还没到呢。是，姐，今天真的下好大的雪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来人，去把路妃娘娘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哎，姐，你快去找陛下，让他来救我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让本宫好好瞧瞧。这不是陛下最宠爱的路妃娘娘吗？怎么娘娘今日如此狼狈啊？贵妃娘娘，你这样做就不怕陛下知道生气吗？贱人，你以为得到了陛下的宠爱就能跟本宫叫板了吗？不懂规矩是吗？今天本宫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哎，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要是杀了我，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看他脑子好像不大清醒。来啊，让他好好洗洗脑子。你们可都瞧见了，是他自己扎进缸里，与本宫可没有任何干系。路妃的这双眼睛生的确实是漂亮，可本宫偏偏看不得漂亮的东西。烟雨，把她的眼睛给本宫挖出来，拿去喂狗。是。起开！路妃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也知道害怕呀。陆贞，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宫母一定会扒了你的皮。我现在就能扒了你的皮。从这里开一个口子，灌入水银，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体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你不敢，你都敢挖我的眼睛了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陆贞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刚刚只是吓唬你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你别伤我，别伤我。这寒冬腊月的，怎么还有人在宫道边跳舞啊？这兴许又是哪个宫的嫔妃听到陛下会过来，所以特意候在此地，想要争个宠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。哎呦，这是哪个宫的？哎呀，这哪是争宠啊，分明是得罪了那位了。是熹贵妃。你不要命了！你说这鼓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熹贵妃，是熹贵妃！熹贵妃！熹贵妃啊！
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银丹让我去救你，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你晕倒在御花园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被打了？又是熹贵妃？太后驾到！贱人，居然敢杀希儿！你果然杀了熹贵妃。我没杀人，还敢狡辩！锦旗姑姑，打烂他的嘴！不是，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别冤枉人。母后，这么大的帽子不能乱扣，可有证据？你们要证据，哀家就给你们证据，免得你们说哀家冤枉了好人。路妃，你说你没杀希儿，那你日常佩戴的金簪为何会出现在希儿身上？太后娘娘，我昨日的确见过熹贵妃，但是那是她叫我过去挨打的。我发誓我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再这么冤枉我，你就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了。这样，你给我1日时间，我可以自证清白。若查不出来呢？那朕就亲手凌迟他3000刀，还母后一个清白。就是因为你，若不是你护着他，希儿根本不会死。死了就死了呗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如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放肆！陆真儿今日必须死！来人！小文姐，小文姐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小文姐，我还有姐要照顾，好不容易找到她的，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小文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站住！陆真儿，我是要杀你，但不是这一天。母后，今日你杀不了陆真儿。若是哀家今日一定要杀他，朕说杀不了，我就是杀不了。萧文锦，你今日是要跟哀家作对到底？你想保他也可以，但是要付出代价。陛下不是要护着他吗？那就让陆真儿赤脚从这儿走过去，哀家就再给他1天时间，让他查出真凶。这走下来，我会不会戒尺啊？不敢了吗？我走。朕替他走。夏文景，这是探我。母后，朕从这儿走过去，你要再给他1天时间查出真凶。你疯了吗？夏文景，没事。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着我，不敢生长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时间给我许多过往，繁华和
你父皇一样，都被这个女人逼疯了。可一段就成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与我蓦然，或是缱绻，人潮涌过再见。暗夜在灵魂风中生长，思念不成网，不敢生长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迷惘。小文姐，你没事吧？遗落许多过往，繁华和寂寞。哦，这走完了。看过我俗世荒唐，才会离脸庞。念念不忘，别来无恙，结底眼泪。陆振儿，你可千万不要骗朕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杀熹贵妃。所以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熹贵妃是叫我过去挨打的，那我肯定不能傻站着，我就跑了。后来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。那你觉得是你杀了熹贵妃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不杀你，下次可就不一样。你要是再逼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熹贵妃，熹贵妃，没事吗？这狼狈太可怕了。我当然很想杀他，但就凭我们受过的教育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到时候我一查就知道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了，穿越定理嘛，只要我一查，就肯定不是我自己，而且我都被人敲晕了。敲晕我的那个人，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熹贵妃身边的丫鬟，一问就知道了。走。陆真儿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他看起来疯得很厉害。给他上刑试试吧。屈打成招啊！别吧，我先试试。烟雨，那天晚上你不是都在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不要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上刑吧。能不能别捣乱了？不查了，疯成这样了还怎么查？能不能不要再说什么上刑的话？在我这儿禁止屈打成招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陆妃娘娘这会儿来刚好，太医署的人刚将贵妃娘娘的尸体缝好。要是再来早点儿，陆妃娘娘估计都不敢看。哎，陆妃娘娘别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贵妃娘娘的骨头有些被敲碎了，太医也没办法，只能往里面塞了些棉花，外表看着好看些。这是水银，这是水银。从这里开一个口，灌进水，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不可能，陆妃娘娘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没事吧？奴婢见过瑞王殿下。见过瑞王殿下。你们二人退下吧。是。他
怎么又来了？路妃娘娘不害怕吗？还行。瑞王殿下，若是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王爷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认不出我了？王爷，臣妾乃是陛下的妃嫔，应该和王爷是清清白白的吧？看来你已经彻底接受这个新身份了。原主难道真的跟瑞王有一段情？我现在要是否认的太快，会不会崩人设啊？没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得先哄着他一点。瑞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呀！臣妾只是个无权无势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是啊，你只是个弱女子，面对皇权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那王爷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就先走了。且慢，本王还有一事挺好奇的。什么？这寻常女子都惧怕尸体，为何路妃娘娘不但不怕，还敢给这熹贵妃施剑？哦，我恰巧懂医而已。那路妃娘娘的医术看来十分高明啊，连给尸体注入水银，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都知道。本王昨夜恰好路过行宫。那王爷，你有看见是谁杀死了熹贵妃吗？这熹贵妃难道不是路妃娘娘所杀吗？我没有杀人，肯定不是我。那路妃娘娘怎么会知道如此恶毒的害人之说？这就跟制毒师除了会制毒还会制药一样。瑞王殿下若凭一句话就判定我杀了人，岂不是太轻率了？本王不过随口一说。那王爷还是谨言慎行。要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真儿，你给朕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四周已经搜查过一遍，除了你那只金钗之外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难道我真的杀死了熹贵妃？不可能！担心了？在这个时代，太医署的太医代表最高的医疗团队，可是他们连缝合一张人皮都扭扭曲曲，更别说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我学过解剖学，我可以完整的取出一条大鼠的脊髓，确实可以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萧文强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只能秉公办理。你要杀了我？我不想，除非你能证明自己，毕竟我只是个傀儡。陆正，其实我已经盘问过那个宫女了，她当时还没有那么疯。她说亲眼看见你对熹贵妃动手。我是对她动手了，但我只是吓唬她的。我威胁了她一下，就松开她了。她说她亲眼看见你剥了熹贵妃的皮。你去哪儿？我肯定没杀人，我再去找找证据。这本书看着这么现代啊！上姐，嘿嘿，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像我呀？从这里开一个口，关键是就能剥下一张完整的贵妃人皮。贵妃娘娘要不要试一试？所以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原来我只是漫画里面的一个纸片人。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？你在外面干什么？案子查清楚了？没有，
那你还不赶紧过来查案子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看看这个复杂的后宫人物关系图，尤其是这儿，这是重点。这本漫画书哪来的？我被人打晕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以为我中毒了，就想去藏书阁找找看，看有没有对应症状的书。这本漫画就在藏书阁的书架子上发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我们都只是这本漫画里的 NPC？ 没错，我是一个看了后宫乱漫画的读者，穿进了后宫乱中，变成了恶毒女配陆贞儿。进入漫画世界之后呢，我改写了自己的剧情，于是就创造出了这部新漫画《盛世女帝国》。就跟那些传说文一样，我们从始至终都只是虚假的纸片人，好像有更高维度的作者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被作者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听不懂？听懂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本漫画上的凶手是你？都是假的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但你就是个纸片人，一切都是被写好的。我是真实的人，我有爸爸，我有妈妈，我还有爱我的姐姐，我还有那么多朋友，我还读了那么多的书。虽然我最后还是当上了牛马，但是我所有的经历都是真实的，我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纸片人。我们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。你的所有经历都是漫画里面写好的。那又如何？纸片人就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吗？定了命是吧？那我就把这漫画撕了，我的命让我自己写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来了，说是要让路妃伏法。一日时间已到，路妃可找到凶手了？找到了。凶手在哪儿？凶手今夜丑时就会出现。哼，陆贞儿，你别想再拖延时间，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我没有拖延时间，我也想现在把凶手交给你啊，但是凶手只有丑时才会出现。太后娘娘，都已经多等1日了，再多等半日也不着急吧？什么叫做凶手会在丑时出现？人死的时候呢，人的眼睛会保留最后看到的画面，只要在丑时做法，就可以从尸体的瞳孔之中看到凶手真正的倒影。好，就算哀家为了希儿再多等你半日，若今夜丑时没有抓到真凶，即便陛下护着你，哀家也让你死。他说半日就半日，朕为陆贞儿担保，无需母后操心。走。我就知道真凶会在丑时出现，毁尸灭迹，没想到是你，燕羽，你为何要杀熹贵妃，还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？没有，奴婢没有。你若没有，今夜为何会出现在此？奴婢只是想来看看熹贵妃。还敢狡辩，福安，给他上刑。是。是我杀的又如何？
为他自己不高兴，便杖杀了我姐姐。这次他仗着有太后撑腰，更是为所欲为，大杀无数婢女。他早就该死！贱婢，居然敢对主子动手！哀家要你五马分尸！用不着你。既然事情查清楚，哀家就走。陆真儿，今日哀家就先放过你。你从现在开始谨言慎行，若是还有下次，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怎么，抓到真凶了你还不高兴？萧文景，你不觉得这一切太过顺利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烟雨出现的顺利，陈太后态度也很顺利。此事只要将你摘出去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就怕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快了结。瑞王到了。儿臣参见太后。坐。谢太后。太后找儿臣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哀家帮了你，瑞王竟是这样的反应吗？太后不帮儿臣，此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死了个女人罢了。所以希儿是你杀的？为什么要杀希儿？死都死了，现在再提还有什么意义？太后若是想捉拿儿臣归案，现在就可动手。抓你干什么？怪就怪希儿她命不好。从前听闻瑞王是个老饕客，爱吃会吃。哀家今日令厨房做了一道点心，特地让瑞王尝尝，可还有什么改进之处？甜而不腻，松软可口，甚好。他难道真不是仙皇？仙皇吃绿豆糕会过敏。太后，这绿豆糕也吃了，话也问了，太后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装的。没有。太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如此对儿臣动手动脚，合适吗？你走吧，哀家不想看到。陛下，婉玉真的好像。臣万一竟会如此试探人，多加小心。古代没有手机，真无聊。哎，让我看看漫画更新了没有？后面多了。真的？真实时更新啊？这儿，静妃喝了你送的小吊梨汤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怎么会给她送什么汤呢？娘娘，我已经把小吊梨汤给静妃娘娘送过去了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送的？娘娘，银丹，这几日我熬了一些小吊梨汤，给各宫娘娘送过去吧。是。我要让他们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哼，这个午觉给我睡懵了。好像
像真是我做的。走，去看看。妹妹，怎么了？参见陛下。静妃如何？静妃娘娘中的是砒霜之毒，毒性极强，恐怕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是砒霜毒。皇上，静妃妹妹突然暴毙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娘娘，我们娘娘是喝了路妃派人送的小吊梨汤，这才七窍流血而死的。是我送小吊梨汤不错，但我没有放砒霜。吩咐下去，各宫增派人手，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。走。那漫画上可写了静妃的死亡原因？中了砒霜，七窍流血而亡。放心吧，朕不会相信你会被漫画操控的。那路妃真是个妖妃，自从进了宫，先是熹贵妃被做成人皮骨，然后静妃七窍流血而死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这宫里可是谈露色变，姐妹们都绕着她走，生怕被她害死。也不知道陛下喜欢她什么。我要是陛下，第一个杀了这妖妃。他们都在传你是妖妃，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反正名声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。再说了，你这个皇帝一直在我身边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那漫画里更新的故事，除了静妃，是不是还会有人遭殃？他的脸怎么长这样？不是我都忘了，说有个叫玉美人的，会在我昭华殿上。慧荣，林丹，把那个千丝花瓶都收起来。是。林丹，记住，一定不能让玉美人碰到任何尖锐物品。这个铲子也收起来，换成软木杯。是娘娘。妹妹这宫里，倒像是个棉花作坊。哎呀，这个很重吧？带累了吧？银丹，来，给玉美人换玉簪子。是娘娘，那可是纯金的。玉美人就要戴玉簪子，这个也很贵的。真好看，是吗？这罗子带颜色真好看，要不怎么妹妹是宠妃呢？这怎么会有罗子带？之前分明没有的。一点罗子带罢了，妹妹怎的这般小气啊？我的脸！我的脸！太医说那骡子蛋是用砒霜水养了10年的毒珍珠磨的粉做的，真不知道这东西从何而来。我不应该让他进来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小文景，你说我是不是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漫画的走向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逆天改命。你果然是打不死的小强。你得感谢我这个人设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肯定也活不了。你不死我才活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。
你放心吧，只要我做皇上一天，我就会多宠你一点。悠着点吧你给我拉的仇恨已经够多了。好，那便由你去死好了。我想过了，既然漫画是实时更新的，那我就得知道漫画的剧情，这样我才有办法逆天改命。如今，整个宫廷人人视我为蛇蝎，避之不及。我倒要看看，我接下来还能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。你要杀我？我永远不会杀你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，但是我怕控制不了我自己，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四弟，真的有用啊！反正破解虚光之灾可以这样，破解一个漫画的次第局应该也可以吧？小心！你还会舞啊？以前无聊的时候学过一些散打。厉害了，我的哥！小心！好痛！陆正，陆正，你为什么要踢我的？我就不相信，我改变不了这个破结局。无论是谁辞帝，我都不会让你死。陆正，陆正，陆真儿，你这次真的不会杀我？我画这本书的时候，从未想过某天我竟会穿进自己的书里。我以为按照剧情的设定，你把我杀了，我就能回到现实。但没想到我们却进入了无限循环。你一世又一世的杀我，让我困在这里无法解脱。所以这一世，我下定决心要杀完来改变结局。可是你为什么会替我挡下这一刀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个陆真儿还是你吗？这次的结局会不会改变？陛下，还杀他吗？滚出去！是，走。路妃救驾有功，特赏赐黄金万两，丝绸100匹，南方夜明珠10颗，金步摇2对，金耳当10对，纯金长命锁1个，东珠1盒。你收敛收敛，眼珠子倒粘到这些金首饰上了。陛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福安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那些刺客是谁派来的？你查出来了不？都死光了，没有活口。我猜，多半是瑞王。我也觉得。你放心，等我上阳好了，我就找他试探一番。我才不信什么剧情作怪呢。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多半是人为。而且，这个原主跟瑞王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，他一定不清白。哎，等你上好了，我带你出去玩吧。啊？去哪儿？咱们去海边烧烤去。好呀好啊，好久没有去海边了，真的是太久没去。没事吧，陆正儿？啊？小碗角，为什么这海边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海边都长得差不多。
在海边吃烤肉、喝啤酒，太幸福了。你笑什么？有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什么？这个。这个哪里来的？在女书房架子下面捡到的。进来，看会发光的孔雀，这个好看呀！想看什么说，全部都。这个是什么？盛世女帝，我竟然要当女帝！按照这么说的话，那我铁定就是女主啦！你就这么笃定你是女主？那当然啊，我都当女帝了，还能不是女主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也是有女主光环的人了。什么瑞王、陈太后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是女帝的话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就死了？我既然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频文里面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他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是吗？是啊。可你之前还说要逆天改命。人生啊，还是要少折腾一点。小文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嘣，做炸弹？炸弹？只要我们做出来了，那北招军队的武力值简直可以飞升好几层呢！不求青史留名，只求横扫全球。怎么了？就是突然觉得你很适合当这个角色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平身。哎，小文姐，你说我当了女帝之后，我是不是可以设立后宫了？一想到会有一大堆帅哥为我争风吃醋、大打出手，我就真是开心。哎，不过我要人性化一点，不单单宫女25岁可以出宫，男妃过了25岁也可以出宫，这样我后宫里就永远都是20出头的男大了。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你们俩一身酒气，去哪儿鬼混了？天色还不晚，我和陛下去做大事去了。瑞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朕想什么时候回宫就什么时候回宫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真儿，本王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萧文景狼子野心，不是好人。瑞王当着朕的面挑拨朕与路妃的关系，是否太不要脸了？萧文景，你敢发誓皇宫刺客与你无关吗？我什么意思？萧文景，你不敢。朕有何不敢发誓？朕现在就可以发誓，若皇宫刺客案与朕有关，我就让我爹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逆子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让朕发誓吗？朕发誓，你狗叫什么？萧文景，你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的人是你，萧玉成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口爹味就可以当我爹了。你一个小小瑞王，竟敢如此跟朕说话，朕要诛你9族！脑子被枪开过吗？枪？什么是枪？这就是枪！他们两个有病吧？萧文景，你放肆！打我！不要再打了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打死你们！陆真儿那个贱人，当年先皇被他迷得昏头转向，今日瑞王跟萧文景又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一个帝王，一个王爷，竟在宫中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
哀家绝不允许这狐狸精活着。锦溪姑姑，过来，在。奴婢知道了，奴婢这就去做。陆真儿，哀家绝不容你。你来干什么？奴婢奉太后娘娘懿旨，前来铲除邪祟。什么邪祟？御花园锦鲤全部身亡，太后娘娘每夜都会梦到邪祟惑主，故请来无天师进宫做法，查出这邪祟就在昭华殿之中。还请路妃娘娘批准奴婢搜查，不要让奴婢难做。行，你搜，掘地3尺的搜，要是没有搜到，就足以证明我的清白。好，给我搜。简溪姑姑，找到了。来人，请路妃娘娘前去万春殿。放开！我自己会做。太上太行，应变无停，驱邪伏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祸无丧亲。太后，奴婢从路妃娘娘宫中搜到了这个，这是巫蛊娃娃。陆真儿，你在宫内行巫蛊之术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将这个妖女拉下去，即刻杖毙。哎，太后娘娘，这不是巫蛊之术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祈福罢了。道长，臣妾日日陪着殿下，看到殿下为我北招殚精竭虑，臣妾实在是心疼，就突然想到了幼时曾听闻的一个祈福法子，只要臣妾真心实意的用自己作为交换，就能保佑臣妾想保佑的人平安健康。胡说八道！皇贵妃若是不信，就让吴天师把这巫蛊娃娃拆开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是谁的名字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好啊，拆就拆。吴天师，你快拆！吴天师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需要本宫亲自动手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这就拆。天师，纸条上究竟写着谁的名字？是陆真儿。即便是祈福，你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亦是有违宫规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拉出去，杖30。是是。太后，太后娘娘，臣妾无罪。太后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引来后宫嫔妃不满吗？谁会不满？像你这等妖妃，哀家没有直接要了你性命，已是莫大的仁慈了。杖30是不是太少了？我看陆真儿这张嘴硬气得很，杖30根本打不服他。那就杖50。我去！如果没有权势，我就只能像这样不停地人人鱼肉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我得自救。路妃娘娘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错，我不会乖乖挨打的。这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是你啊？
瑞王，陆正儿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哀家只是按宫规惩处他。瑞王就这样带他走，可还把哀家放在眼里？是遵循宫规，还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好，就算哀家不因此事惩处他，可他让一个帝王跟王爷为他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，这样祸国殃民的妖妃，难道就不该杀吗？你嫉妒他？哀家只是替北昭铲除妖妃。萧一城，陆真儿她没你想的那么单纯，你可不要被她骗了。真儿什么样，本王心中有数，不劳太后操心。好，随你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她害死。今日多谢瑞王殿下。真儿，这陈婉仪恶毒善妒，真儿需多般小心。多谢瑞王一再提醒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幸好有瑞王殿下救下了路妃娘娘，这下您可以安心了。救下就救下，他的事与朕无关。可是太后娘娘怕对路妃娘娘再有不利呀。朕每日不是围着他打转的，朕也很忙。他的事以后不必告诉朕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这茶怎么和之前的味道不一样？陛下，这是路妃娘娘准备的蒙顶甘露啊！换！以后不喜欢了。是。太后娘娘下手也太重了，这都出血了。她就是奔着打死我去的。她自己不讨先皇喜欢，为何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偏要搓磨你？这接二连三的，是非要你的命不可吗？没事姐，我已经想到对付她的办法了。哎，你来了。奴婢告退。伤势好些了吗？小伤，没有挨2下板子。今日又是瑞王赶来救你，他倒是日日围着你打转啊。我也觉得他对我不安好心，而且我今天发现了一件很炸裂的秘密。你不问我什么事儿吗？说。我发现瑞王跟陈太后有一腿。瞎说！我没瞎说，真的，我拿我人格担保，就算瑞王没那个意思，陈太后也绝对有那个意思。不可能！你就这么笃定？瑞王虽非陈氏亲生，然名分既定，便是嫡亲母子。朕对此等悖逆伦常、秽乱宫闱之事毫无兴趣。这跟你有没有兴趣有什么关系啊？瑞王跟陈太后肯定有一腿。他们二人如何与你无关？你不如好好想想，为何瑞王会如此待你？谁知道瑞王跟原主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是瑞王能被赶出京城就好了。如果我能当场抓到陈太后跟瑞王有一腿，我就可以利用舆论让陈太后身败名裂，也能顺势将瑞王赶出京城。以后不必受制于陈太后，也不必在瑞王面前担心崩人设。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办。你不想让瑞王留下？我当然不想。每次在瑞王面前，我老担心我崩人设。你别干坐着呀，你帮我一起上点药吧。陆正，男女有别，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推吧？我这不穿着衣服呢吗？想得美！这个富二代还够纯情的嘞。你说这贴画都是谁贴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还能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要杀瑞王，听说这画已经传遍整座皇宫，也不知道是谁如此嚣张，竟堂而皇之的要对瑞王下手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，
最近宫中不太平，太后娘娘近日宫中流言四起，到处张贴说瑞王将死。瑞王。现在这幅宫里人什么？陈太后肯定也看到了。奴婢参见陛下。藏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看错了。拿出来，快交出来！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这是什么？最新的盛世女帝录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像那个女帝图一样，唰就出现了。萧文九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诧异于下一个死的人竟然是瑞王。瑞王死就死了呗，反正跟我没有关系。只有这一幅画吗？没有其他的吗？就这一幅图。我从未画过这幅画，难道有人和我一样，站在更高的维度，细数所有人？娘娘不是要去抓太后跟瑞王的奸情吗？为何还要扮成瑞王的模样？我担心瑞王不敢来，他不来，我就做了个备案，假扮成他去骗陈婉仪。成败就在今晚，陈婉仪，你害了我那么多次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百口莫辩。哼！你是谁呀？你不是真儿的婢女吗？来找本王何事？求王爷救我家娘娘。自从宫中出现有关王爷的那幅画后，娘娘就很是担心王爷的安危。娘娘今夜便自己跑到了冷宫，说要帮王爷查出幕后真凶。他竟如此担心本王？娘娘说，王爷对她有数次救命之恩，即便是想到旧情，她也要保王爷无虞。那你为何不去找萧文景相救？娘娘是为王爷你去的冷宫，奴婢不敢去找陛下。他竟如此美，他如此待本王，本王定不会辜负他。难不成我猜错了？陈太后对萧逸晨没有那个意思啊？不管他的死活了。来了！瑞王，是你吗？瑞王今夜为何会在冷宫？罢了，哀家不问你这些事。你放心，冷宫很安全。无论那幅画是真是假，又是何人作怪，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我就说陈太后绝对喜欢瑞王。依城，你为何不敢直视哀家？难道是害羞了？若是你觉得这样舒服，咱们就这样说说话。算算时间，我教的那些人该来了吧？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么一出好戏啊！依城，你的长相与先皇实在相似，哀家每当看到你，都觉得你就是他。哀家实在是想你复活，所以依城，你愿不愿意代替他陪在哀家身边？好炸裂的发言，光明正大的替身文学。依城，你放心，这段关系只有你我二人知晓。如果你让我开心，即便是想要皇位又何不可？哀家会帮你杀了萧文景。依城，你可愿意？你不愿意。依城，
此时可由不得你愿不愿意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热，还浑身发软？香，这万一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一成，今夜我会让我们两个都开心。陈太后真是疯子，我装不下去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一成，一成，别跑啊！一成，一成，一成，你怎么变瘦了？你是在想哀家吗？一成，你不要嫌弃哀家的年纪，其实哀家比你大不了几岁。一成，今夜我要你，我绝不会让你逃。你干嘛？说，快跑！陈太后疯了。一成，别躲了。真儿，是我。真儿，你冷静点，好热，冷静点，好热。你冷静点，陆真儿。陆真儿，你干什么？陈太后下的药太猛了，我好难受。陆真儿，你现在在这儿别动，我去给你找药。小文姐，小文姐，小文姐，小文姐。这是什么？画。谁画的？这些又是什么？盛世女帝路。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画的？是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画的你，你觉得我是谁？原来，我费尽心机想找的人，是你。是你一直在操控我的命运，是你一直要杀我。是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朋友？谁要跟你做什么朋友啊？我从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想杀了你，我天天都盼着你死。为什么？只有你死了，
我才能够回家呀。你多在这里一天，我就要多在这里当一天废物皇帝。你为什么不死啊？你为什么要当什么女帝？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破漫画里？你知不知道我被困在这里多久？10世，整整10世！我每天陪着你们这群疯女人，宫斗、争宠，我要配合他们玩那些烂把戏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到现实生活。我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有错吗？那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会帮你的。就是因为你，我才被困在这里。这10世，重复循环，被你杀了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以为你是个好人吗？我是不是什么好人？但是我不会无缘无故跟你反目成仇，刀剑相向。可你就是做了。我没做过，你说的那些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把你当做朋友，我从未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、害我？景妃，还有虞美人的事情，都是你做的，对吗？是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就是为了要逼疯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了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啊！为了让你被所有人敌对。那上一次炭火，你也当我……上一次炭火，就是因为你疯狂的想得到权势。上一世陈太后逼你走炭火，你因此结恨于我，成为一代妖后，将我千刀万剐。这一世，我要改变这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小文姐，我真心把你当朋友，我毫无保留的信任你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对不起我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信任？幼稚！我讨厌你！你讨厌我？来人！陆飞以下犯上，把他给我押进大牢！带走。是。娘娘，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陛下想明白了，自会将娘娘放出来的。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，怎么会接我出去？娘娘别这样说，陛下对娘娘的好，人人都知道的。奴才会给狱卒打好招呼，娘娘就在这安心待着，不出几日，陛下定会来接娘娘。多谢福公公。娘娘客气了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小文姐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小文姐。大卫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小文姐？我有错吗？啊？我要是改变不了剧情，我就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变成人不人、鬼不鬼的东西，我为了我自己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可我为什么会难过呀？我现在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评们里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他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小心！他虽然是替我挡刀，可那是他心甘情愿，与我何干啊？他杀了我那么多次，我就骗他一次怎么了？
我有错吗？我一点错都没有。他要跟我对着干，可以，就让他一辈子在牢里待着，永远也别出来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破剧情怎么走。路妃娘娘，该吃饭了。对不起了，陛下让我来杀你。珍儿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是来救你的。萧文静，你真的要杀我？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快走，走！走，就这儿。陆真儿在哪儿？回陛下，方才瑞王殿下闯进来杀了看守，直接将路妃娘娘带走了。瑞王？是。你确定这里安全吗？自然，真儿，本王定能保你无虞。我只是怕你有心无力，毕竟你只是个王爷，要杀我的人可是95至尊呢。即便他是95至尊，也绝不可能从本王手里抢走你。你干什么，王爷？萧文静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这么相信他？这跟相不相信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。难道，王爷你要我说，你比95至尊要高一阶？我才说不出那么违心的话。即便他现在是皇帝，但这个皇位他坐不久。珍儿，本王才是你值得托付终生的人。萧文景没安好心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瑞王殿下，熹贵妃是你杀死的吧？瑞王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真想杀人就杀人。珍儿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水银剥皮之法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那天晚上路过公道旁的瑞王殿下知道。珍儿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还用那么残忍的手段？你何必为了一条贱命跟本王如此争吵？你不如好好跟着本王，你我二人联手便可共谋天下。萧文景要利用，萧逸成你也要利用，这天下的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我要让你们狗咬狗。瑞王殿下，那珍儿今夜就在这儿住下了。珍儿果然没让本王失望。珍儿放心，日后我若为帝，你必为后。近日宫中人心惶惶，是有什么事儿发生吗？回太妃娘娘，前几日皇城地动，宫中便出了些流言。他们说，先皇遗诏上本该是瑞王继承大统，陛下皇位不正不说，又不遵礼教，强抢先皇宠妃，上天因此降罪北诏，降下天谴，引来地动。若陛下一直如此，只怕北诏将亡。哪里有什么天谴？分明是有心之人有意为之。他们想斗，就让他们斗去吧，反正也不关我什么事儿。走，回宫。是。陆珍儿，真的打算站在瑞王那边？
萧逸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萧文清，你放肆！朕问你，陆真儿在哪儿？要杀了他，还管他的死活干什么？交出陆真儿，否则朕阉了你这个似通后妃的王爷！萧文清，本王镇守边关10年，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诛杀功臣吗？陆真儿在哪儿？你若杀了本王，边关必乱。北昭不止你一个将军，用不着你保北昭太平。有本事你别杀了本王！哼！来人，在，将瑞王押入大牢。是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大逆不道！陆真儿，朕给你3日时间，3日后若朕见不到你，就等这帮萧逸臣受尸吧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太子，范，是不是还是没有陆真儿的消息？回陛下，暂时还没有。朕忘了，陆真儿巴不得萧逸成去死，怎么会为了萧逸成出来送死？去把银丹找过来。是。奴婢参见陛下。起来。银丹，你可知道陈太后为了冷宫之事，到处在找陆真儿的下落？她会为了你出来。陛下，奴婢也不知道娘娘去哪儿了。你可愿帮朕找到陆真儿？朕不会杀她。朕找你，只是想在陈太后之前先找到她。如果陆真儿先落到陈太后手中，必会没命。即便你不帮忙，她逃不出皇城，被找到是早晚的事。陛下真的不会杀娘娘吗？不会，至少这一次，朕不会杀她。陛下要奴婢怎么做？放开我！小文清，你真用姐姐逼我，太愚险了。麻烦帮我通传一声，我找陛下。路飞娘，娘娘，属下在此等你很久了，请跟属下进来吧。想必他竟然还没看见你。娘娘或许不会为了奴婢出来。他会。你先走吧，明日继续。是。你在哪儿，陆正？陆真儿，你可眼熟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算计哀家，找人来抓哀家的奸，哀家自然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陆真儿，你以为是谁派哀家来害你的？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。
我也算是睡到皇帝的女人了。娘娘，今天就让我们兄弟俩好好伺候。滚开！是，你怎么了？你个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陆正，陆正，陆正！醒了？陆成儿，你这……陆正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就你还想杀我啊？哎，陆正，松口！你属狗的呀？我收你个头！陆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跟陈太后合谋，做出这么恶心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什么狗屁清白二字，我根本不在乎，不过是具皮囊而已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吗？你做梦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随便你做没做过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，你都使出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除了利用银丹逼你现身之外，其余之事我从未做过。做没做过，不过是嘴巴一碰的事情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小人。你爱信不信？银丹在哪？我要见银丹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银丹姑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保护好她吗？怎么回事？奴才确实是派人去保护她了，可是银丹姑娘说要去侧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见了？侧屋也找过了，附近也找过了，都没找到人。你要去哪？一定是陈婉仪，我要去找陈婉仪。我带你去。走。银丹在哪儿？放肆！没有偷传便擅闯万春殿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规矩王法？朕就是王法。我问你，银丹在哪儿？可笑！你自己的秘密，你问哀家在哪？哀家怎么知道？你母后，把人交出来。哀家从来未见过什么银丹。若你不交人，朕就派人去皇陵把父皇的棺材挖出来，将父皇的尸骨喂狗。萧文琪，你敢？朕什么都敢。朕给你3个数，若你还不交人，朕亲自去挖坟。1，你不敢。3。站住！你死！母后，朕的耐心有限，若你还如此多的废话，届时无论你交不交人，朕都给你保证，父皇的尸骨保不住。怕陆贞儿跑，自然有呢。你说什么？陆贞儿，今天那个贱婢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陆贞儿，住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
勾结错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姐，她怎么样了？刚刚她也来看过，并不大碍，只不过心理上，她是这一人，想必多少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是我没有保护好她，是我害了她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陈太后。但她是为了我呀。她或许不会怪你，但是我会怪我自己。可她不是你真的姐姐啊。但是她不一样。爷爷说过，她是这里的人，她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你就把她变成我们这样的人。这个世道正是因为缺少我们这样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此事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。如果你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进行自我谴责，岂不是正中了对方下怀？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自我谴责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找陈婉仪。陆正儿，你又干什么？陈婉仪，你很嫉妒我吧？哼，当年先皇面前你争不过我，如今瑞王面前你也争不过我。先皇对我情深似海，瑞王殿下也愿为我许下山盟海誓。可是呢，他们却避你如蛇蝎，视你为无物。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你才疯了！为了个男人残害无辜，自诩权势滔天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为了你那点破感情自怨自艾。如果你这样的人可以母仪天下，那简直是北朝的不幸，苍生的不幸。你们两个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放开我！你以为毁了我的清白就能打倒我呀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好好的活着，活得肆意快活，淋漓畅快。清白这种东西，从来不在女子的罗裙之下。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给自己泼脏水，成为舆论中心啊？这样，就不会再有人关注银丹怎么样？不怕被非议？我心高洁，无惧非议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陈太后，她是因为我，所以此事错在太后，与你无关，你不要自责。原本就是娘娘从殉葬坑内救出我，如果没有娘娘的话，
殷丹早就死了，所以为了娘娘做什么殷丹都愿意，哪怕为了娘娘去死。呸！姐姐，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